三儿，你要老婆不要？那你就送来呗。谁？吓我一跳！你睡糊涂了吧你？大姐，你咋出现在我梦里面了呀？我好想你。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就是让你娶你婉儿姐，你就在这里跟我耍无赖是不是？你婉儿姐到底哪里不好？婉儿姐，陈琳还活着，我也回来了，这不是梦，我真的回到了山脚下的老屯子。我回到了18岁这一年，回到了那个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。前世我南下闯荡，错过了婉儿姐，害她等了我半辈子。可我混出半点人样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再让遗憾重来。姐，你不是要让我娶婉儿姐吗？我答应了。上次我让你娶你婉儿姐，你死都不肯答应，现在怎么又愿意了？你骗我不是？姐，我骗你干啥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前几天我不是还小吗？这几天我已经长大了。再说了，比我大点有什么不好的？姐你不懂，年纪大点的老婆会疼人，那叫一个体贴。年纪轻轻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陈山，你认真的？我真是认真的。那成，今天我就和你张婉儿去聊聊。行啊，没问题，我保证把婉儿姐给拿下。对了姐，这事情咱爸咱妈能同意吗？有啥不同意的？你二哥都已经高中了，等上了大学，他以后估计也不会要咱爸那林场工人的身份。等你娶了婉儿，到时候爸直接退了，你去林场挡荡，再加上现在家里种着地呢，不说多有钱，但肯定饿不死。再说了，那富贵和发财又不是啥事儿都不做，人家也勤快着，将来指定出息。姐，爸才多大年纪，退啥呀？我现在都18岁了，能养活自己。就你还养活自己？你但凡能耐点，现在都还在学校读书呢，整天没个正形。前世我以为拼一拼就能有出息，最后却连回去娶她都没做到。丁，恭喜宿主觉醒超级狩猎系统，新人狩猎大礼包已经发放至宿主系统仓库，宿主可自行查看。注：附带了系统使用说明。没错，我不仅能养活自己，我还能养家。去，懒得和你犟嘴，别愣着了。老爷子今儿进山打猎呢，你跟爷爷进山去溜达溜达，小心些，记得照顾着老爷子，知道不？他这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总想着进山打猎，真的这么有瘾吗？上次都被野猪挑死了2条狗。姐，你不懂，打猎和钓鱼一样，有瘾的很。那我起床了，待会儿和老爷子进山哈。这片老林子里藏着能改命的东西。这一世，我不想再去远方飘着吃苦，我要靠这片山，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。系统提示：只要宿主打到猎物，便能获得超级狩猎点，每100斤猎物可以给1点的超级狩猎点。超级狩猎点不仅可以用来强化宿主的身体，还可以用来强化您家的猎犬身体素质，以及强化枪械等工具。系统仓库，新手礼包，狩猎点，这玩意儿还真不是我脑子睡糊涂了。系统，打开新手大礼包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超级狩猎点乘5。系统，先拿4点加到我身体上，剩下1点留着备用。三儿，你干啥呢？真磨叽，麻溜的。爷爷，快了，你稍等我一会儿，今儿我保证帮你把那头大炮脑子给打死。你这小子才跟着我进山混了1年，口气倒是大。呵呵，今儿我搁屯长那儿给你借了把枪，不说你枪法咋样，但经过老头子我半年时间调教，好歹能使枪了。今天你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。您就放心吧，就你孙子我这枪法，今儿非得吓你一跳。你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啊，别说大话了，麻溜的把绑腿给缠上。知道了，2只耳朵都知道了。虎子，过来。再次见到你真好。前世虎子跟着我进山，后来被一头黑熊突袭，死在了山里面。虎子，咱们出发。陈山，注意安全，把你爷爷看护好喽。妈姐，知道了，有我在，没啥事情的。这辈子一定要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才行。这年头打猎不像后世能开车、骑摩托之类的，现在纯靠双腿。爷爷，咱们今儿去哪儿打猎呢？还能去哪儿？野猪山呗。大黑大黄就是在那里死的。我估摸着那头大炮肚子怕是已经把那地界占住了。我那天既然没伤着那玩意儿，那他就应该没走远。
虎子，今儿可就靠你的鼻子了啊！你这鼻子好歹也是抬头香，别给咱们屯第一猎犬丢份儿。进山打猎，难的不是打，而是找到猎物。香头是打猎人行当中的说法，香头分抬头香和低头香。所谓抬头香，指的就是猎狗通过鼻子，光是在流动的空气中嗅上一嗅，就能分辨出猎物的气味。孙子，进山。哎，来了。三儿，先找那大炮短子，打完那玩意儿再说。三儿，那玩意儿应该在那边的梨树林子里边。孙子，你可真孙子呀！跑这么快，等等我呀！爷，我搁前面等你，别慌，我去盯着点虎子，免得让他被那大炮短子给挑了。虎子，千万别出事！虎子！丁，恭喜宿主击杀513斤野猪，超级狩猎点乘5。刚才那种情况，真是千钧一发。你知道错了没？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下次你说怎么干，我就怎么干，肯定不乱来了。你这臭小子，认错这么快，把老头子我都整不会了。三儿啊，你知不知道，刚才你爷爷我差点被你吓得回过气去。不过你小子刚才表现不错，那词儿怎么说来着？临危不惧。对，就是临危不惧，这点像我。爷，咱们是不是该先给这野猪开膛了？哎，你个臭小子，刚才都被你气倒了，差点忘记了。麻溜的，我搭把手，你来开膛。爷，您就瞧好吧，这头野猪是我这一世改命的第一步。行，那就让我看看你小子到底学到了几分本事。虎子，一边去。然后呢？爷，我知道，接下来是敬奉山神。老猎人都讲规矩，真有肉食动物循着味儿过来，也能先被这些东西拖住脚步。爷爷，接下来该是喂狗了吧？虎子，吃吧。大黄和大黑要是还在的时候，估摸着得和你抢肉吃。现在就你自己了，吃个够吧。你这小子打猎的事情记得这么清楚，这功夫你要是用到学习上的话，怎么着也能跟你二哥一样，能上个高中吧？爷，你这话给说的，你当年如果好好读书的话，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当个富二代了啊？滚滚滚滚，还富二代！爷，我去砍根木棍，把这猪膛给撑起来，免得肉臭了。待会儿再砍2根木棍，把这玩意儿给搬回去。爷爷，你也喝。哎，乖孙，这不是梦，这辈子我真能靠这片山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。等多挣一些钱，我得带爷爷去医院好好检查身体。日子过好了，爷爷也该留下来享福。孙子，待会儿这野猪肚还有猪肺和猪肝都拿回去，都扔山里面可惜了。这大炮肚子的下水骚臭得很，不过拿回去喂狗也是可以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三儿，这肉待会儿我多担一点，你还年轻，别把肩膀压坏喽。爷，这大炮段子开了膛以后也就300来斤，我妈和我姐说让我进山来照看你的。待会儿回去要是看你担这么多肉的话，我还得挨一顿揍。这不是还要把猪肚、猪肺、猪肝给弄回去吗？你以为很轻啊？问题不大，我也担得动。行吧，你小子说啥就是啥。咱们今儿算是大丰收了，回去的话，你姐和你妈都得夸你呢。那可不咋的，这要是不夸我，到时候我哭给他们看。臭小子，多大年纪了还哭，害不害臊？我能多大年纪啊？我在你面前不就是个孙子吗？行了，
去砍2根有韧性的木棒，再弄点树藤，待会儿过来把野猪肉分成块。是。爷爷已经60出头了，不能再让他像前世这样操劳一辈子。爷爷，你少担点肉，我年轻力壮的，不怕哈。你小子干啥呢？你这一担子起码得有200来斤，你哪里挑得动啊？爷爷，你就甭操心了，这才多重啊，你就看着吧。果然力怕少壮，这话不是白来的。孙子，你这饭真是没白吃啊！200多斤的东西挑起来就走，不愧是我孙子。之前咋见你没这能耐呢？爷，我之前不是想偷懒吗？你呀，身强力壮就得多干活，不干活日子咋能变好？你结婚以后可得多生几个大胖小子，到时候爷爷我给你带。行嘞，爷爷你在家里含饴弄孙就好了。行了，咱们赶紧出山，趁太阳还没出来，不然这大夏天的得把肉给闷坏了。好嘞，爷爷你走前面，我搁后边给你看着。行。这狗子吃东西快，跑回家的速度也快。爷爷，等回去让我妈给你好好整几道肉菜，我可有段时间没吃肉了。放心吧你妈啥时候亏待过我们爷俩啊？老爷子，虎子这是咋了？还能咋的？山里有大雾出来了，保不准就是猞猁、豹子、熊啥的玩意儿。也是得亏咱们把野猪下水啥的挂起来了。山里这些猛兽喜欢动物内脏，那玩意儿估摸着是在吃野猪下水。行了，麻溜出山，这山里危险着呢。哎，孙子，等等我！你爷我怕山里大雾啊！好家伙，陈进军，今儿你这是打了大雾呢！来，我帮您担上一担，那些东西让张发怀给你拿着就行了，可别把陈进军您累着了。陈山可以啊，这一担子得有200多斤吧？以前不是说这小子是个混不吝吗？跟陈进军一样，咋的？现在这小子还能吃苦干活了？陈家有口福了啊，这不得300来斤肉啊！妈，虎子回来了，他身上都是暗色污渍，陈建军和陈山还没回来呢，咋办啊？你咋呼啥呢？狗先回来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哎呦，虎子你咋这么脏？陈山他们不会出啥事吧？凤芬嫂子，恭喜啊！你家老三今儿进山打了一头500斤的大炮鱼子，真是了不起！啥？我儿子打着大炮鱼子了？啊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可不咋的，我生的儿子那不得厉害呀！哎呀，打着大炮胆子了，多少斤啊？你们都让我好好瞧瞧。妈，搁这儿呢。儿子，这真是你打的，不是老爷子打的啊？那可不咋的，就是我打的。你不信的话，问爷爷啊。真是这小子给打的，这小子跟了我半年，也算是出师了。妈，你就把心放回肚子吧，这事情我跟你撒谎干啥？我信你爷，没想到我儿子也长本事了啊。不过陈山，你以后进山还是得小心点，打这种大野猪太冒险了。以前我可是时不时听说有人被大野猪给挑死的事情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又不傻，哪能去冒险啊？我这条命可金贵着呢。各位，老头子我接下来要扒肉了，各位该回家的回家。对了，富贵和发财，你俩留下来帮忙，其他人散了吧。老爷子，这不得300多斤野猪肉啊？你不分肉吗？分肉？老头子我打猎这么多年，屯里多少人受过我的恩惠了？你这些年在我家分肉没有10次也有8次了吧？结果老头子我得到你啥了？连颗白菜也没给我送来过，能合适吗？还有你，郑龙家老二吧，你也来我家不少次了吧？咱们家还算是有点亲戚关系。我这逢年过节连你一口酒都没喝过，你咋有脸搁我这儿说3道4？别以为这是山财，你们便觉得见者有份儿了。谁真有本事，谁就自己打去。等你们打回来，我陈建军1根毛都不会要你们的。都走吧。今天我孙子好不容易打了头野猪，别逼我在最高兴的时候扇你们。
爷爷，你这真是牛啊！一个人喝退他们一整群人。哼，说个屁！那是我站在道德制高点，才能对他们逼逼赖赖一二。我打猎这么多年，该分肉的都已经分过了，心里但凡有点良心的，这2年基本上都已经不会登门要肉了，反而逢年过节会拿一些家里的菜啥的送家里来，那才叫做有良心。刚才我骂那几个都不是什么好玩样，白眼狼而已。你小子都给我记住了，你以后打到猎物一根毛都不分给他们。爷爷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着呢。二大爷，你刚才真威风。威风不威风另说，这话憋心里不舒服，说出来就爽多了，痛快呀！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要看人脸色，顾及人情关系，那我不白活到这一大把年纪了吗？富贵啊，你姐呢？咋没过来啊？你想干嘛？没啥，就是有几天没见婉儿姐了，怪想她的。我说你这人奇奇怪怪的，咱们俩家对门，也就隔一个大道，你想见就过去找我姐呗。富贵啊，我这都能打大野猪了，那得老厉害了。你叫我声哥，不吃亏吧？你掰手腕都掰不过我，想让我叫你哥，想得美！你不叫我哥，过段时间你就得叫姐夫。掰手腕而已，小意思。你真以为我掰不过你啊？以前我们比过不下10次，你就没赢过我1次的，咋的？你以为这次能赢？那要不咱们打个赌，就用掰手腕输赢来打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要是赢了的话，你以后就老老实实叫我三哥；我要是输了的话，今天我给你剁一只大野猪腿，咋样？行啊，我肯定不会输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去，一边去，别凑热闹。来，这里是桌子，咱俩来试试。不对劲，再来一次！邪门了，再来！这不科学，再来！我都说了，以前不想赢你，那是让你。不管怎么着，我都比你多吃半年饭，力气肯定是比你要大一些的。输了吧？该认输就认输。今天陈山都担了200多斤的肉回来，力气是要比张富贵你大上一些的。这小子以前偷懒呢。我认输，三哥。哎，以后都是自家人了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扒肉吧。富贵、发财，你们也学着点儿。你小子搁哪儿学的扒皮剔肉？我也没教过你啊！啊，这么简单的事情还用教吗？我拿着刀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富贵、发财，你们该不是连这个都不会吧？这事情简单，有什么不会的？行啊，我下次打到野猪，到时候让你来试试。富贵，这肉待会儿你们拿回去，别说客气话了。你们两家跟我们家近，平日里也没少帮衬。对，都是自家人，别客气。富贵，赶紧拿回家去，你家中午还能弄点肉吃呢。客气啥？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快拿回去，跟你姐说，这是我送的。发财，富贵，晚点我妈熬油梭子，你叫上你姐过来吃啊。好。妈、姐、爷爷，我表现的不错吧？你们就放心吧，我肯定把婉儿姐给拿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种！你小子有老子的风范。婉儿那闺女踏实勤快肯干，长得还不错，腚大腰圆。你娶了她以后肯定享福。亏得你小子想通了，不然老头子我还得用巴掌开解你呢。爷爷不至于不至于，我这人老实的很，你们说啥就是啥，我最听话。姐，你早上跟婉儿姐提过这事没啊？你没提过的话，我可跟你急。早上已经给说了，你之前倒是老神在思的样子，现在咋就这么急了啊？这话给说的，我之前不是不知道婉儿姐的好吗？睡了一觉以后就想通了。你呀，是真的饿了。是吗？我怎么没觉得？妈，我的确饿了，你快去做饭呗。下午抽空把油梭子给炸了，我想吃油梭子了。就知道馋，等着。油梭子，这年头的小孩子就没谁不馋的。不就是油梭子，多大点事儿，你不说我也得熬。三儿，我这再剁一些肉出来，
待会儿你给屯里其他人送过去。爷爷，咱们不是不给其他人分肉了吗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咱们家里这么多肉，这又是夏天，吃都吃不完，那不得放坏？该送的人情肯定得送。再说了，不仅得送，咱们家这野猪肉还得卖呢，3毛5毛都能卖。谁要买，谁自己来家里买就是了。你去送肉的时候顺道说一声。知道了，爷爷。二大爷，你咋给富贵剁了那么一大块肉？这哪里像话呀？我们家不能拿。这话说的，今天那俩小子帮我扒肉了。再说了，屯里屯亲的，说这么多干啥？今天陈山打了一头大野猪，有300来斤的肉呢。这肉啊，可不是我送的，是陈山送给你家的。你呀，就拿着吧。就是，都是自家人，有啥不能拿的？30斤肉够不够啊？够了，够了。这哪能够了？你家里2个大小小子呢，他们一顿就能吃上好几斤肉去。你手里的肉也给我，我给你提拎回去。妈，这事儿是不是要成了？闺女，这小子真的开窍了啊！这样也好，结婚了的话，也能让这小子性子定一定。不过闺女，那张家能答应这个事情吗？妈，你就甭操心了。爸现在在林场工作，将来早晚要让陈山盯岗的。这年头林场的工人哪儿缺老婆啊？那是打着灯笼去挑的呢。张家怎么可能不同意这个事情？再说了，三儿虽然让人不省心，但干活也踏实，还孝顺。张叔也不是眼窝子浅的人，放心吧你。这也是哈，我儿子还是个香破呢。要是年底能把婚结了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那就得看你宝贝孙子的本事了。陈山以前虽然不像话，但这半年来不是挺好吗？今儿还打到了这么一头大野猪，那不是本事是啥？姐，我这态度都已经摆明了哈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你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吧，手拿把掐的，你就等着娶媳妇儿。我等着呢。猎户搁山里面跑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在山里遇到了事情，是要靠邻里救命的。这肉送出去是善缘，也是以后进山的退路。叔，这是我哥让给您留的。叔，您这是干啥？大奎叔，麻烦您了，枪还给你。你小子真是够客气的。今天听说你进山打猎，那头大公猪是你打的？可不咋的，我爷爷都说我出师了。出师了好，不过陈山，你以后进山还是得注意安全，知道不？你到底年轻，经验还浅着呢。陈峰，你们这是咋了？遇到啥事儿了？你们今儿不是进山打猎了吗？狗呢？陈峰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没了，全死在山上了。峰叔，到底咋回事啊？那年头进山打猎是常事儿，可那天兄弟们都憋着劲儿，想打个大的，猎狗一放都觉着稳了。那时候哪知道前头等着的不是猎物，是要命的东西。等我们喘气赶到的时候，只看到一个黑乎乎的背影窜进了绿油油的草丛里面，消失不见。那是黑熊，也叫做黑瞎子。地上一片狼藉。陈家狗帮一共6条狗惨死。这黑熊咋这么厉害呀？这才多久就把你们家里狗帮给杀穿了？大奎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主要这是夏天，它能藏着知道吧？如果是在冬天，山里光秃秃的，它无所遁形，我们几兄弟肯定把那黑瞎子给打了。但这是夏天，林子太密，啥也看不清楚，怕被那玩意儿给偷袭了。黄龙，他现在未必死了。峰叔，你说当时只看到地上死了6条狗，我记得你家里好像是有7条狗，对吧？另外1条呢？还有1条狗是黄龙，陈山你是见过的。
应该是死在哪个草丛里了。不对，前世黄龙不是死在山里，他是自己走回来的。他被伤得很重，却还是一步一步往家走。如果这次还没人去找，他会死在家门口。枫树，黄龙万一没死呢？不可能，在黑匣子面前，狗蛋盘被他扒了一下也活不下去。三儿，你刚打猎不久，不懂黑匣子的厉害，黄龙断不可活。枫树，我跟那片外山外面还下得有套子呢，待会儿准备去收了。万一我找到黄龙了呢？你要是真能看到黄龙，还能把他救回来，那说明他命里该跟你。到时候，那狗就是你的了。行了，我们回去了。你这小子，这不是当别人面揭他们伤疤吗？他没骂你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他现在心情坏着呢，你触他眉头干啥？不过你小子真要去收套子，现在时间可不早了。我待会儿带着枪去，而且就是在那片外山外围，要不了多长时间。这不夏天吗？白天长，还早着呢。行吧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大龟叔，我先回去了啊。陈山，急啥呢？这一天天的能有啥事情啊？每逢大事需静气，知道不？没啥事情，就是陈峰家里的狗全被黑瞎子给扑腾死山里边了。这几个家伙运气不好，而且胆子不够大。好几支枪呢，但凡追上去，那黑瞎子非死即残。可惜那几条好狗了。我前段时间在山里还下了几个套子，忘记收了，我打算去收回来。这会儿进山去吗？就是隔山掰尾，我待会儿带上虎子和枪去，富贵也跟我去。万一到时候逮住大东西，那不得2个人才搞得回来啊？不是，我都没进山打过猎啊，我跟着你去干啥？给你壮胆啊？你怕个啥？只是去收几个套子而已，你听我的吩咐不就得了？放心吧，这小子跟了我快1年，收个套子还是没问题的，况且还带着虎子和枪呢。去吧去吧，富贵这也不小年纪了，以后农闲的时候也可以跟着我们进山见识见识。那你们注意安全。那你们注意安全。婉儿姐，放心吧，我们肯定全须全尾的回来。我收拾下东西，富贵你过来帮我拿一下，我们即刻准备出发。爷爷，我们先去了，就收几个套子，很快就回来了，你别担心。婉儿啊，你觉得我家三儿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三哥，咱们就进山收个套子，你让我带这么几壶水干啥？带了就是有用，你啊不打猎，你不懂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三哥，咱们这到底是在干啥呀？难道你找不到自己下套子的地方了？黄龙，我来带你回家。富贵，快把水壶拿过来。三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陈峰大叔他们下的套子，咱们来晚了一步。陈峰大叔他们胆儿也太小了吧？我们今儿要是不来收这套子，这黄龙岂不是要死在山里了？或许吧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准备救狗。富贵，你把水壶拿过来。你再拿手斧去砍几根枝芽，割几根草藤绑一下，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担架，给它抬回去。黄龙，别挣扎，知道不？我来救你狗命。三哥，担架弄好了，弄得不咋地，不过将就着用吧。行，咱们赶紧回去，晚点找吴三爷帮黄龙输夜消炎。哥哥，吴三爷不是咱们屯里的赤脚医生吗？他咋能给狗治病啊？只是输液消炎而已，狗没多大点儿，到时候按照小孩子的剂量输液就差不多了。咱们屯里又不是没人干过这种事情。爷爷，我们收套子的时候碰巧看到黄龙了，就把他救了回来。你快去我吴三爷家里喊他，让他来帮黄龙输液，记得让他拿针线啊。
到时候估摸着要缝合伤口。你小子运气还真好。成，你们先回去，我稍后就来。儿子，这不是那陈峰家里的黄龙吗？你们咋找到了？我这不是去收套子吗？刚好就撞见了这黄龙丢了半条命，就救回来了。妈，我爷爷去喊吴红军了，你准备点钱呗，待会儿估摸着吴红军要收钱呢。好，甭客气，我是来干事情的。三儿，把绑腿解开，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注意别让他伤口挨到地上，别搞感染了。好，我给他清洗一下，先缝合伤口，待会儿再进行输液。不过三儿，我可没麻药，你待会儿摁住这狗嘴，别让它咬我啊。吴红军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待会儿肯定把他看好了，救他狗命呢。就算是把我咬了，也不能把你咬了啊。黄龙，这是在救你命呢，你别挣扎。这是条知恩图报的好狗，这都没有开口咬人，它这是知道咱们在救它呢。你小子算是没白救它。现在天气热，得持续沙眼，别绑腿了，伤口处得透风，吊瓶得连打3、5天的样子。也就咱们这块凉快些，要是搁南边，天太热，这狗未必救得回来。陈峰，你这啥时候来的？我都没注意，要吓死我呀！陈山，我听屯里人说了，这黄龙是你捡回来的。风叔，我哥外山那边下的有套子，今天下午原本准备去收套子的，结果看到黄龙自己从山里走出来了，就顺道救了。不用说了，下午我跟你说过，你要是能把它救回来，那这条狗就是你的了。我们几个做主人的没敢回去找它，是我们对不住它。它能拖着半条命走到山外，还让你碰上，这是它自己的造化。往后它跟着你，兴许比跟着我强。我过来是来谢谢你救了这狗一条命。三儿，这条狗要是能救回来的话，那就是你的了。谢谢风叔。哎，三儿，照顾好它啊，我先回去了。这陈峰倒是敞亮。还成，就是可惜另外几条狗了。对了，红军，这几天给狗输液，你算算得多少钱？三儿下午刚给我送了10斤肉过去，我这会儿提钱的话，你老小子把我当什么了？三儿，你三爷我不要钱，不过往后啊，你要是打到猎物了的话，记得孝敬你三爷我几斤肉就行了，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三爷，往后少不了您的肉吃，让你吃肉吃到吐。这吴三叔还挺好的呢。这些年他可没少吃咱们家的肉。得，现在我老了，快退休了，你儿子又给他续上了，这老家伙这辈子都有口福。爷爷，这话给说的，咱们家现在有2条狗，往后打猎，指不定啥时候得求到人家的嘛。你小子别给我打马虎眼，你不是去收套子了吗？套子呢？套着啥了？这话说的，我这不是救狗了，没来得及收山上的套子。这多了条狗，得多吃不少粮食呢。妈，多条狗也好些，往后爷爷和三子进山也能更紧邻些，更安全。不然我为啥同意这臭小子养狗呢？打猎哪能没有狗啊？谢谢老妈，谢谢爷爷，谢谢姐。打猎还是很危险的，儿子，你好好跟着你爷爷学，别再那么毛毛刺的。哎，知道了妈。爷爷，说起来，那片外山有头黑瞎子，这没人去打吗？谁知道呢？总有见钱眼开的人。但这大夏天草林子密，去老林子里边打黑瞎子，那就是厕所里打灯笼，妥妥的找死。陈三来死了，被熊给扑腾了。你小子真是乌鸦嘴，这事情一说就来。爷爷，这真不怪我，我冤枉啊！愣着干啥？赶紧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！屯里屯亲的，能帮忙的肯定得帮上一把。知道了。爷爷，你咋往屯外边走啊？你这孩子不知道横死之人不得回村吗？我以前好像跟你说过这事儿啊。三儿，咱们这过去啊，该帮忙搭个棚子，那就得搭个棚子。再看看到底怎么个回事儿。下午的时候，他说进山去收个套子啥的，我也没在意，
哪知道他是奔着那片外山去，这明显是去打杀了陈峰他们那几条狗的黑瞎子。这个蠢货，他也不好好想想，那黑瞎子是他能去打的吗？他这几年野猪都没打过几头的。三赖平时也没那么莽撞啊，这次为啥非要进山去打那黑瞎子呢？还能为啥？学斌已经初2了，马上初3了，接下来就要读高中了，但家里没钱啊。那死鬼知道熊胆值钱，他就寻思着，要是把这黑瞎子打了，别说小斌高中的学费，就算是以后上大学的学费，怕都是有着落了。前段时间他还跟我说，等入冬了去杀熊瞎子藏安全呢。天知道他这次没能忍住，居然来真的呢！我们当时就听见喊声，壮着胆子过去，就看见草在动，啥也没看清。大奎啊，这黑熊杀了人，嘴里面就沾了人血，沾了人血的野物可留不得啊！金军叔，这个事情我们屯部已经和大队那边简单商量过，决定拿出50块钱以及50斤的粮票来奖励。谁要是能杀了这头熊，就能得到这50斤粮票和50块钱的奖励。当然，屯部还是建议咱们屯子猎人并肩子上，乱枪把那头熊给打死就完事儿了。人多点安全，可不敢像三赖那样一个人就敢往林子里面跑，那得出事儿的。金军叔，这事儿还得你给屯里年轻人长队啊。你们能有这个反应，就值得竖起大拇指。你小子既然都这么说了，我要是不领这个头的话，那这些年的猎我就白打了。待会儿我就问问屯里几个打猎的，看看他们咋想。陈大奎啊，这活儿我接了。但还有个问题得问问你，那黑瞎子要是能打下来，熊胆是我们自己拿吧？金军叔，你这话给说的，你们打的熊那肯定是归你们所得。不过陈进军，我倒是有个建议，我们屯部这边会肯定帮衬一下这三赖家里，但也只是尽一些微薄之力。你们这儿要是打到了熊，那卖熊胆的钱能不能也匀一点点给三赖家里呢？放心吧，这是应该的。陈学兵那孩子成绩好，屯里屯亲的，该帮衬我们会帮衬的，我们心里有数的。团长，大奎已经把屯部和大队那边的意思说了，这头伤人的黑瞎子不能留。老爷子，你要领头，那我们就去，也算是为家里几条狗报仇了。肯定得去，还得快。这熊的领地范围大，这不趁着他最近还待在那一块，把他给打了。他尝过了人血味道，往后进山的人他都会盯着。现在咱们不打，将来就还会有人出事。不错，我爸还在的时候，他也跟我们说过这些。他说早些年山里有老虎把人给叼了，后面公社就组建了一支民兵打虎队进山，几个大队一共几十条猎狗，100多人，花了半个月时间，硬是把那老虎给打死了。这熊既然杀了人，那就必须把它给除掉，不然我们往后进山也得提心吊胆。陈进军，那人数就这么定了，我家2条狗3个人，你家这边2个人1条狗，外加陈峰们几兄弟。陈刚，你咋把陈山也算上了？这小子打猎也没多长时间吧，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陈山这小子今儿和陈军军进山，打了一头500多斤的大炮牙子，这就足以证明他有独自进山的能耐了。再说了，咱们进山未必就是要这小子当主力，但多个人多份力量不是？真说起来，那黑虾未必就有500斤的大炮肚子吓人，你们说呢？放心吧，我孙子我还不了解，这小子能行。不过这熊要是打到了，该怎么分？这个可得提前说好，别到时候闹得大家不愉快。金军叔，你是老一辈，你说，我们按照你安排就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按照老规矩就行了。至于屯里奖励的钱粮，咱们平分。还有，真打到熊胆卖了钱，三赖家里那边，咱们得帮衬1、2。这事儿没说呢。是，那事情就那么定了。明儿一大早，我们就进山为民除害。
爸，今儿那头500斤的大公猪真是你孙子打的？咋的？我陈金军还用骗人？你有啥不信的？没，就是觉得不可思议。爸，以后让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了去呢。你小子皮痒了是不？改天我给你松一下。可惜没看到那头500斤的大炮短子到底有多大，嘿，搞得我都手痒痒了。爸，你还得养家呢，你老老实实上班哈。待会儿让陈琳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。怎么，你儿子说的不对吗？你老老实实上班，打猎的事情交给我们爷孙就好了，以后不准乱打三儿了。你把他打躺床上了，他还怎么跟我进山？哎，知道了，爸，我一定好好上班，没事不乱打儿子。搁院里嚷嚷啥呢，三儿？你去喊咱妈回来吃饭了。哎，我这就去。爸，你多吃点儿。今天咱们家给屯里不少人都送了肉，咱们家还剩几十斤的样子。你不多吃点儿，肉都得放坏。真香，这日子啊是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日子越来越好过了。吃饭吧，多吃肉，少说话。爷爷、爸妈，咱们家不是还剩不少肉吗？学斌家里出了白事，虽说横死之人一般都不能大办，但去帮忙的人多少都得在他们家吃点饭啥的。我想给学斌家里提点肉去，反正家里剩的还多，不抓紧消耗了的话，那也得坏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改天我和爷爷再进山打一头野猪回来，给舅舅他们再送些过去。你小子总算是长大了，你和学斌关系好，这是应该的。家里还有不少肉，吃完饭你剁10斤肉送去吧。按照你爷爷说的办就是。斌子，我今天进山和爷爷打了头野猪，不过大部分都分出去了，家里现在也没剩多少肉。这点肉是我家里的心意，你拿着。老三，谢谢。斌子，你学习好，千万不要放弃学业。有啥困难，以后我能帮衬你的，肯定帮衬你，别放弃，知道不？现在读书，未来才有出路。我先走了。老三，妈，老三给咱家送肉来了。老三，是你天林叔家的三小子是吧？三儿这小子重情义，你要记住这份恩情。妈，我知道，这恩情我记着呢。我没有回到后世，是真的回来了。刚重回80年第一天，就遇到了这么多事。可只要把这座老林子利用好，我家往后就不会缺少吃喝。现在我还有6点超级狩猎点，先给我自己身体加3点，进山猎熊，命最重要。剩下3点，虎子加2点，黄龙伤还没好，最后1点给黄龙吊命。还是得搞钱，不然张婉儿都取不来。年轻腰好，能吃5碗饭，能尿5米远，倍儿棒！大奎叔，我想进山打猎，跟老爷子一起。三儿，注意安全，进山听你爷爷的，千万不要逞强，知道不？大奎叔，你放心吧，我跟老爷子进山快1年了，这也没出过啥事情呢。行，去吧，等你们好消息。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是去找大奎要枪了。你这是打了野猪之后上瘾啦？爷爷，你这话给说的，什么叫做上瘾？我这多把枪，咱们那就多一份安全，知道呗？行行行，多一份安全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准备进山。三儿，我搁屯口和你风叔他们等你，你和婉儿说几句。婉儿姐，你这干啥呢？没干嘛，就是知道你要进山去猎熊，你进山的时候注意安全。我等你回来。婉儿姐，放心吧，我肯定全须全尾的回来，到时候给你带熊肉吃。好，我等你给我带肉回来吃。我走了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哟，陈山，你这是找陈大奎要的枪啊？早知道我们也去找陈大奎要2把枪了。算了，他们打枪不行，咱们走吧。这不是猎熊吗？陈大奎难得大方了一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磨叽了，
抓紧时间。爷爷，你拿一把枪就行，其他东西我拿着，让你轻装上阵。三儿，你这走到目的地不得累着啊？这累了孙子，也不能累着了您不是？您就放心吧，我身体棒着呢，这点重量都不是事儿。要不是担心你们走得慢，我都能跑着走。昨天黄龙那情况到底咋回事？要不是你小子的话，那真是我们几个害了黄龙的命。你小子以后好好带他吧。放心吧，陈峰。虎子，今儿能不能找到那头杀人熊，可就得靠你了啊！走，进山。这次怕是碰到大祸了。陈刚，这狗你放不放？这要是放的话，那恐怕得出一些问题。你家这狗和虎子没那么熟，一旦放狗，他们跟着虎子跑了，到时候欺负莽那黑熊的话，虎子或许能跑一跑，但你家这狗要是上了，恐怕得死。刚子，你悠着点，我家那几条狗就是这样，他们还把那黑熊当野猪呢，敢上嘴，结果我们没赶到，他们就折了。那咋办？先放虎子吧，虎子应该能拉扯一二。再说了，那黑熊昨天刚杀过狗，现在狗过去的话，他也未必会当回事。至于陈刚，你家里这2条狗，就先别放出去，等虎子跑出去一会儿后再放出去就好了。他们看到虎子没上，应该不至于直接猛上去。那就这样决定了，准备跟上，我放狗了。虎子，去！这玩意儿现在咋变得这么生猛了？别愣着了，跟上！刚子叔，放狗！陈建军说：“这咋搞啊？那玩意儿躲里面，看不见啊，也没法开枪。要是开枪没打中，反而把这玩意儿惊跑了，就更麻烦了。”的确，看虎子他们的动作，那黑瞎子应该就躲在灌木后面。这不好搞啊，咱们也不好绕过去，不然那黑瞎子扑过来的话，那就麻烦了，转瞬间就得到咱们几个人脸上。只能让虎子稍微冒一下险，逼那黑瞎子挪动一下位置。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虎子，去！老大，你倒是开枪呀！陈山，别过去！爷爷，我知道，要补枪，不然这玩意儿有可能装死。这黑熊死了，不然呢？他要是不死，那死的就是我们了。你们啊，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山里打猎的，见一头黑熊就被吓成了这样子，连个小孩都不如。二大爷，这黑瞎子昨儿将家里几条狗都弄死了，今天还好你和陈山稳得住场面，不然我们今儿非得交代在这里。二大爷，刚才那几声熊吼，是真的吓得我们腿脚都发软了，开枪都不利索。我们也不知道，这熊吼声居然这么吓人，简直让我们呆住，手脚都有些发麻，太吓人了。我们来兄弟这几年见过熊，却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过这玩意儿。人不行，不要怪路不平。刚子叔，别愣着了，赶紧看看你家那2条狗，看看到底咋样了。二黑要没了，这家伙肋骨什么的都被拍凹陷了，估摸着骨头扎进脏器里面了，气息微弱。大黑倒是没啥事儿，只是有些被拍懵了，身上有几节爪痕。刚子叔，那这好狗就应该系在山上。
不能再让他这么遭罪了。二黑，对不起。老二、老三，拿工具刨个坑吧，就地掩盲，坑挖深点，别让山里野兽给挖了。你狗东西命真好，2次大难都没死。你这家伙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开膛吧，不然胆汁待会儿变少了。陈山，你动手，我看着。陈峰，你们过来给陈山搭手，我歇会儿。陈将军，我这就来帮陈山搭把手。峰叔，您帮着把这黑熊给稳固好喽。爷爷，是颗草胆。草胆正常，绝大部分熊胆都是草胆。啥时候你小子要是能打到一颗铜胆的话，那就真的值钱了。爷爷，你这话给说的，想得到铜胆，那就真是看运气了。不过铜胆不铜胆另说，爷爷，这熊身上可都是宝啊，咱们这次赚了。三儿，你知道熊胆要怎么处理不？用开水反复的蘸呗，反正个把月时间是少不了的。我这也没跟你说过，你咋知道？你没跟我说过，不准我向其他人打听啊。这里面道道不少啊，陈将军，陈山打猎是真的可以。确实，熊当面冲来都不怕，难怪能打了那头500斤大炮栾子。嘿嘿，可不咋的，我们哪敢跟老爷子教的徒弟比呀？一般一般，老头子我好歹打猎这么多年，教出来的孙子怎么可能差？你们几个小子还得练啊！陈峰，差不多行了，咱们得赶紧回家呢。爷爷，这熊开了膛之后，我寻思怎么着也还有个200来斤的样子，这咋搞下山去啊？要分成块剁开吗？剁啥剁？先割肉喂狗，然后砍几根结实点的棒子啥的抬回去。这要是剁开了的话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吃了这个味儿，以后再遇上黑瞎子，他们才知道该怎么追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咱们赶紧回家去。这次完整抬回去，整个屯子都会知道，黑瞎子真被打下来了。爷爷，这整头抬回去，可比剁开费劲多了。费劲也得抬，剁开了哪有这个气势？老爷子这是要把战果抬给全屯人看。陈山啊，这黑瞎子脑门上这一枪是你打的，也就是说，这熊是你小子打死的。爷爷，我这是你教出来的，肯定有点东西，厉害吧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小子有这能耐啊？你昨天打死一头大炮卵子，今天又打了一头300多斤的黑熊。陈山，你在打猎这一行也算是入门了。陈将军，这熊不是你打死的？不是我开了3枪，2枪打到熊肚子，1枪打空了。这小子的2枪，1枪打在熊脖子，1枪正中熊脑门，所以这熊瞬间就趴窝了。三儿就算没补那1枪，这熊也是早就死得透透的了。厉害呀，陈山！那熊跑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你连害怕的表情都没露出来丁点儿。确实，年少有为，我们真是自愧不如。今儿回家以后，这小子怕是要名扬咱们屯喽。爷爷，国营商店现在收熊皮没有啊？不收，现在只收熊胆、紫貂皮、灰狗子皮，还有黄皮子皮等。这熊胆要看短管粗细，皮毛得看针毛密度，收山货的鬼精着呢。山里东西值钱，可没有狗、枪和经验，普通人想拿到这些钱太难。行吧，不过咋还有人敢弄黄皮子皮呢？不是说弄这玩意儿不发家吗？说是这么说，但饭都吃不饱了，谁还能管这呀？有人收，那就自然有人弄。真遇到了，还不是该咋地咋地？确实，那玩意儿再怎么邪乎，能有咱们手里面这枪火邪乎吗？这些个玩意儿敢作妖，大炮起袭，轰他娘的！你这成天嘴里顺口溜，咋的？你要考大学啊？这我就得告诉你们了，
虽然我们几个爷们儿有帮衬着，但他却是由我孙子陈山亲手结果的。这儿看到没？我孙子陈山。爷爷，你这是在捧吹我啊？也不怕我往后跌跟头？你要是没本事，那我这就是捧杀；但你既然有本事，那老头子我就是为你扬名。三儿，扬名要在年轻时，这年头名声能当钱花的，懂吗？爷爷，我知道了。天哪，那是黑匣子吧？好大，好吓人的样子。这熊毛真的密呀，这要是用来做衣服的话，肯定暖和。听说这头熊是天灵家老三打死的，年纪轻轻的，真厉害啊！三儿，你们还真把这黑匣子打回来了，厉害啊！陈山年纪轻轻就能打黑匣子了，那改天不得打一头熊霸回来呀？爸，三灵，你们没受伤吧？老三，没啥事吧？姐妈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我们身上都没伤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打一头黑熊而已，这都不是事儿。老三，你这本事可大了呀，连黑熊都能打。回来就好。禁军叔、三儿、刚子，谢谢你们给三赖报了仇。薛斌，你过来，该给你二大爷和三儿他们下个跪的。小云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屯里屯亲的，这都是应该做的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薛斌，不能下跪，知道不？禁军叔、三哥、刚子叔，大恩不言谢，这份情薛斌记在心里。薛斌，我们几个你就别感谢了，这次我们还差点误了大事，死在山里。是你二爷和三儿稳得住，才打死了这头黑瞎子，我们可是一点功劳都没有。刚子叔，你们进山就已经是恩情了，哪能不谢？行了，既然薛斌认这份情，你们认下就是了。我们先把熊抬回去给扒了，不然到时候捂坏了。三儿，麻溜的，别愣着了。陈禁军，这张熊皮我想留着。留着就留着呗。那你待会儿来扒皮，你会吧？会。陈峰，你们先搭把手，把熊皮弄下来，待会儿扒肉也方便。行。爷们，你们觉得今儿这熊肉该怎么分？老爷子，我们都没咋出力，您老看着分就行。陈山，你来做分配吧。行啊，我来就我来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这熊掌我家要一个前掌一个后掌，这肉去掉熊皮和熊油，现在也才140来斤的肉。三赖家里办事，咱们得帮衬着点，给他家里20斤，那就还剩下120斤。陈峰，你们拿20斤。陈刚，你们家还折了条狗，补偿你们10斤，给你们30斤肉。至于2只熊掌，你们双方自己比划着分。熊油的话，我家占大头，待会儿你们俩家割点回去就是。熊胆的话，就按照咱们之前说好的分好了。不过到时候卖了钱，得帮衬一下薛斌家里，这个是之前就说好了的，没问题吧？三儿，你小子敞亮，以后家里有啥活记得叫上我们，肯定来帮忙。你这肉分的已经够客气了，就这样吧。都按照你说的办。爸，他们两家都7个人了，才分这么点儿，他们为啥还很高兴啊？我呸！居然还有脸拿肉！这要换做我，真是1斤肉都不给他们。三儿，你干啥给他们分这么多呢？每个人给他们2斤肉都算不错了。就是，这么几个人被一头黑熊吓成那样，差点害死人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家毕竟帮着把熊抬回来。再说了，往后我和陈山要在山里混的，和这些人能不交恶，那尽量就不要交恶。万一啥时候遇到事儿了，指不定还得这些人帮忙。退一万步说，分肉让他们满意一些，他们在山里面也不至于打黑枪之类的，懂吗？还是爸你想得通透，你们往后都要在山里混呢，该是这样做。三儿，你也想到这一点了？当然，不然我为啥这么分？秀芬啊，你儿子现在开窍了，聪明得很。爸，这话给说的，我儿子出息，那不也是你孙子出息啊？这是你教的好，不然陈山这么大点年纪，哪能打了一头500多斤的野猪，今儿还能猎了熊？这10里8屯的，哪个年轻人能像你孙子这样有出息？我寻思一个都没有，我家陈山是最棒的。现在儿媳妇的事情也不愁了，不过爸，这熊胆
能值当多少钱啊？就是，还是我爷爷能耐。不过熊胆能卖多少钱啊，爷爷？不知道呢，我都挺长时间没卖过这玩意儿了，也不知道价格变没变，改天去问问，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。不过我先去把熊胆给处理了。行，儿子，今天是不是能吃呼熊掌啊？妈，可以，肯定是可以，但处理起来太费时间了，要不明天吃吧？行啊，也就早些年你爷爷猎过一头熊，老爷子也由此坐稳了咱们屯第一炮手的名号。你现在也打了一头黑熊，看来是要继承你爷爷这个炮手的名头了。你妈我以后看来不缺肉吃了。对了，儿子，最近屯里好像有点奇怪哎。咋了妈？这2天屯里好像有不少黄皮子闹腾，一些人家养的鸡鸭啥的都被咬了，有的人家的狗也被咬了。儿子，你说咱们屯里面不是要闹黄皮子了吧？我想起来了，前世这个时候，屯里确实闹过黄皮子。那阵子，鸡鸭被咬，狗也被咬，晚上吵得人整宿睡不安宁。黄皮子，这2天很多吗？倒也不是很多，就是白天我在陈三赖灵堂那儿时，听到他们说起这个事情，好几家晚上都出现黄皮子了，天还没黑就看到了，有的人家的鸡被咬了个半死。今天一大早，你秀红婶就起来骂骂咧咧的。黄皮子闹事肯定有缘由，前世我后来才知道，是有人偷偷抓了黄皮子，还把腥味带回屯里，才惹出后面一堆麻烦。那应该就是最近黄皮萨山找吃的呗，应该没啥子事情。希望如此吧，但我跟你爸说了，你爸说这事儿这点邪乎性儿，让我们注意点儿。对了，儿子，今儿吴三爷又来给黄龙输过液了，说恢复的还不错。我白天给他剁了点野猪肉和苞米面一起煮着吃，黄龙吃的还挺香。黄龙肯定老感谢你了。可不咋的，那狗子现在可临我了，我去喂东西都得蹭蹭我，像是知道我救了他的命一样。这狗啊，灵性着呢。对了，儿子，下午趁天没黑，你爷爷还得去帮忙抬棺，把你这3赖叔给下葬了。你这还没结婚，就不用去帮忙了。秀芬，你说咱们屯里最近有黄皮子闹腾，爸，你刚才都听到了。咱们家院子距离厨房能有多远啊？我能听不到吗？我又没耳聋。这事情可不小，估计是哪个缺心眼儿的逮黄皮子回屯里剥皮吃肉了。爸，那这么说，咱们屯里这2天闹黄皮子的事情是屯里人给整出来的不成？黄皮子闹腾事情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但咱们屯子太大，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。老爷子不愧是老猎人，光凭几句话就猜到了根子上。